什么是谁呀？金牌啊！快，坐着进来！这是沈家主，究竟是谁能让海城第一望族的家主沈从安亲自抬轿？看那纱幔，隐约能瞧见个人影，好像是魏姑娘。瞧这身段，怕是个绝色。沈家什么样的人物没见过，能让沈家主这般恭敬，这姑娘来的怕是通天了。落轿。小姐，请。云洛小姐一路辛苦，您能来是沈家的福分。无需多礼，我与沈家先祖有约，玄铁令在，护你们一族平安。如今令岁，我自当来守3月。玄铁令在上，保我沈家渡过难关，日后香火鼎盛，光耀门楣。哦，家主，玄铁令碎了啊！这怎么？快去寻云洛小姐，告诉她沈家撑不住了。3个月内，我便住在此处，但有一条规矩。小姐请讲，沈家上下绝无二话。听竹轩的门若非我亲手打开，3月内谁也不许进。是，老夫这就传达命令。张叔，老爷，传我的命令，听竹轩周围100丈划为禁地，任何人不得擅入，违令者打断腿，逐出沈家。是。小姐，老夫就不打扰您休息，您若有需要，只需摇一下院门口的铜铃，我随叫随到。此伞为界，赴沈家100里之地。3个月内，天塌下来，自有我这把伞顶着。妖邪敢闯，便让他形神俱灭；人祸敢犯，便教他祸及自身。3月期满，若能安稳度过，沈家的根基便能稳固，届时无需我护，自能立住。3位族老评评理，家主亲自8抬大轿把那女人抬回来。住进听竹轩已经3个月了，可我身为当家夫人，想去听竹轩瞧一眼，都被他的人拦在100丈外，说是什么禁地。他这是把我这夫人压根儿就是当成摆设，没有放在眼里。按沈家规矩，夫人地位尊崇，家主这般行事确实不妥。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，凭什么受此优待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家主只是让他住进了听竹轩，也没有给他什么名分，又没有让他插手家族中事，无非就是养个闲人罢。要我说，家主可能有他自己的考量吧。二族老，父亲对他哪像养个闲人的样子啊？不仅吃穿用度都给最好的，还让人日日往听竹轩送金送银，就连库房里那对传了3代的羊脂玉瓶也说给就给了，连母亲都不曾有过这种待遇。平遥慎言，你父亲执掌沈家多年，做事向来都是有分寸。没错，眼下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。咱们如今退居幕后，有些事情不便插手，还是听家主的为好。咱们走吧。族老留步啊！妈，跟他们说这些没用。什么家主自有分寸？我看我爸就是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，还说什么不能近身，我偏偏不信这个邪。今天我就要去会会他，给您出气。给我把门打开。大小姐，家主吩咐过，不能擅闯。我爸的话我自然知道，可是你们别忘了，
我可是我爸最宠爱的小女儿。今天这事要是出了问题，我负责。快打开！啊！不好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擅闯听竹轩？带上人跟我走。是。哎，连个门都打不开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听竹轩是龙潭还是虎穴？我今天非要进去不可！哼！我就说，只有见不得光的东西才日日躲在伞下。景瑶，沈从安，这就是你应允的，任何人都不得擅入。云落小姐息怒，都是沈某的错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低三下四的？他打我，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？你快处置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骗子，她会害了我们沈家。我承诺过云落小姐，听竹轩周围100丈化为禁地，任何人不得擅入，违令者打断腿，逐出沈家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不要爸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我，爸。青瑶，别怪我心狠，沈家100年的基业不能毁在你手里。为了家族的安宁，只能委屈你。你会后悔的。那个云落来路不明，你为了他不要女儿，你早晚会被他害死的。寻路，原来我们找了20年的人，就在沈家。寻路，原来我们找了20年的人，就在沈家。爸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大夫说，你听大夫说，这是咱们龙家的劫。那代掌权人40岁生辰前就躲不过噬心劫，它会让你的胸口像被虫蚁啃噬一样，最后把你疼死。当我最终查到云落能救我们龙家人，你一定要找到他，不然你也会像我一样。我找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既然这一找可能要很久，但你必须要找到他，这是我们龙家的命。这是我们龙家的命啊！家的命啊！少爷，既然确认了云落小姐就在沈家，要不要上门亲自拜访？不必。云落小姐既入住沈家，必有自己的规矩。贸然上门，反倒显得我们不懂规矩。去备一份厚礼，后日正式登门拜访。爸，我不过就出去了1天，
你怎么就把妹妹赶出家门了？她到底犯了多大的错，值得您下这么重的手？沈从啊，你给那个女人送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还不够，现在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，她到底给你下了什么咒啊？三位祖老听说你为了一个外人残害骨肉，也纷纷震怒，你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你胡说什么？我向云楼小姐许诺过，任何人不能擅闯听竹轩，我也千叮咛万嘱咐过你们不要去招惹她。事情要自己不听话，非要往枪口上撞，你们是不知道她的厉害。要是真惹怒了她，别说保不住我们沈家，就连整个家族也跟着遭殃。爸，您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就是啊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为了个外人，连女儿都不要了。家主，帝都大少爷龙彦慈说是要亲自拜访咱们沈家最为尊贵的那位夫人。最为尊贵的夫人，龙家消息竟如此多，难道他们也是为了云洛小姐而来？好，知道了，我去亲自回信。明成，你听到了吗？沈家最为尊贵的女人，这沈家上下除了我这个当家夫人，还能有谁呀？妈，您是说龙家是冲着您来的？不然呢？那听竹轩那个女人呀，不过就是个外人。龙家这种顶级世家，怎会把她放在眼里？他们呀，肯定是听说我们沈家门风严谨，夫人持家有道，所以呀，特地来拜访。哎，快，明成，我们得好好的筹备宴席，用最好的食材，让全海城的人瞧瞧，咱们沈家呀，要跟帝都龙家攀上关系了。妈，您说的是，这确实是天大的荣幸。哎，对了，明成，你快派人呀，去把青瑶接回来。青瑶可是我们沈家的大小姐，这种场合怎能缺席？万一得了龙少爷的青睐，那咱们沈家以后就要彻底的飞黄腾达了。妈，儿子明白。明日3月之期便到尽头，沈家若是能熬过这最后一日，气脉自会深扎地底，便是天崩地裂也撼不住。届时便无需我再护着。只是明日有位特别的客人冲我来了。师傅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一次真是好久不见。你们家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我的瑶儿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我已经从国外呀找了最好的骨科医生，保证啊，让你重新站起来。站起来又如何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听竹轩那个女奴算。等宴会结束，我看他怎么赌。今天有贵客，别乱说。等龙少爷来了呀，我会帮你在他面前好好说道说道，让他给你做主。云小姐到。云楼小姐，这边请。他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还撑着把伞？你怎么真是好妹子呢？他是谁啊？就是感觉以前没见过。他是疯了不成？竟然将这个女人带进来，整天撑着把破伞装神弄鬼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见不得光吗？这就是沈家主把抬大轿抬回来的女人，当真是绝色呀！你看沈家主对她的样子，小心翼翼的，怕是放在心尖上的人。可他走到哪儿都撑着伞，怪瘆人的。沈从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这是咱们沈家的家业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登堂入室？外人？还有你，口口声声说在听竹轩闭门谢客，不见圣人，怎么？如今听说帝都贵客要来，倒巴巴的自己钻出来了。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个攀援附会的货色，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。放肆！我说过多少遍，对云洛小姐放尊重些。你骂我？
沈家主怎么说这样的话？爸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你怎么能当着一个外人斥责我妈呢？还有，她根本没有资格进这个门。你还有脸说？青瑶是我亲自逐出沈家的，你们瞒着我把她接回沈家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们算呢。不会吧？哼，我再说一遍，云洛小姐是沈家的恩人，咱们全族的希望都系在她的身上，谁要是敢对她不敬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原来是这样，爸，这句话你就说错了。我们是因为敬重云洛小姐，才应该让她更守沈家的规矩啊。云洛小姐，你一个外人，按规矩说得先洗手敬祖，才能在沈家的家宴上会客。这样是对龙家的贵客和列祖列尊的尊重，这你不会不懂吧？就是他这样是对人不尊重了。青瑶说的是。来人！规矩就是规矩，云洛小姐，快洗手敬祖吧。我不。你再说一句，真是拿桥做事的东西！贵客马上就到，你连这点规矩都不肯守，分明是对龙家贵客的不敬。闭嘴！我闭嘴？沈从啊，你看看他这模样，别以为撑一把破伞就那么金贵了。等一会儿龙少爷怪罪下来，说我们沈家无礼，到时候罚他跪下来磕头认错，就算是轻的。没错，云洛小姐现在摆架子不肯洗手，等会儿龙家的雷霆之怒下来了，怕是跪地磕破了头都求不来原谅。错了，贵客来了也是要跪我的。你是不是被伞遮坏了脑子啊？说出这种糊涂的话，那可是帝都龙家的人，动动手指都能捏死我们沈家的存在，你让他跪你？这姑娘倒是好大的口气，龙家那是什么身份？她竟然敢说这种大话，怕是不知道龙家的厉害。等龙家人来了，怕是有好戏看。爸妈，你们听听，他是不是疯了？真把自己当活菩萨了？我看他就是故意让沈家得罪龙家，后毁了我们全族啊！咱们沈家数百年的基业，怎么能毁在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又连规矩都不懂的女人手上？爸，你醒醒啊！青瑶说的对，别跟他废话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让他好好洗洗那个肮脏的心。我看谁敢！还不快给我上！龙家少爷到。他是，哎呦，龙家后人龙彦慈拜见云洛小姐。承双礼。这是传闻中的海源星珠，听闻此珠能定风水、镇邪祟，在拍卖会上可是拍出了数十亿的天价呀！这玉佩看着像上古玄玉，寻常人碰见都难。龙家竟然舍得拿出来，龙家为了见云洛小姐，竟然舍得拿出这等宝物，这云洛小姐究竟是何等身份？父亲临终前嘱咐过，见云洛小姐如见天人，2分薄礼，望云洛小姐效命。如见天人，这不可能啊！龙少爷，你恕老夫直言，这般礼物绝非寻常礼品，您不妨有话直说，究竟有何要事？实不相瞒，有桩关于龙家生死的大事，需云洛小姐随我回一趟帝都。此事牵连龙家上下100余口性命，晚辈不得不如此。云洛小姐竟然能决定龙家上下100口人的生死！龙少爷要带他走，这可是天降喜事，这种只会躲在伞下装神弄鬼的妖孽，早就该滚出沈家了。龙少，
你要带他走，我们沈家上下绝无异议。龙少爷，万万使不得！云诺小姐对我沈家极为重要，她不能跟你走啊！沈松安，你疯了！她为什么不能走？为了这个女人，你要跟龙家为敌吗？就是啊，爸，她就是个扫把星，你非要留着她干嘛？爸，让她走，龙家咱们得罪不起。更何况她根本不属于这里，让她跟着龙家少爷走，对谁都好。龙家小辈，你的心意我领，但沈家的事未了，谁也不能坏了规矩。吵什么？沈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三位族老，你们可来了！这个女人不知好歹，不仅敢驳龙家少爷的面子，还赖着沈家不走，家主竟还护着她。雨落，龙少爷有要事相请，你偏要滞留此处。不是我们3个老家伙现在要让你离开沈家呢？族老息怒，云罗小姐她不能走，她与我沈家先祖有约，要护我沈家3月，如今只差1天呀！哼，你先前8抬大轿把她抬回听竹轩养着，我们睁只眼闭只眼，只当你圈养了只供着玩的小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你看现在，为了一个外人，打断了亲生女儿的腿，冷落夫人，甚至敢当着众人的面驳龙家的面子，这哪是养鸟，分明是被玩物迷了心窍。沈家的规矩、面子都让你丢尽了，这等玩物留不得。没错，留不得。3位族老，你们误会了，云洛小姐她不是玩物，她是我沈家的救命恩人呐。宣体令破碎，是云洛小姐她镇住了沈家的气脉。只等1天，3月期限就满，我们沈家就能彻底安稳啊！休要为他编织说辞，蒙骗我们！迷惑家主，搅得族中不宁，这本就是大罪。看在龙少亲自请你的份上，还不跟龙少走？龙少爷亲自来请，这是莫大的面子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赶快跟着龙少走，否则也怪我们不客气。沈家容不下你这种不讲规矩的东西，立刻离开！你们确定要我走？我这把伞一日不沾，沈家的根基便能稳固。3月之期未满，我若离开，先前替你们挡灾镇的劫，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是啊，3位族老，云洛小姐她说的对，如今就差1天，若功亏一篑，我们沈家100年的基业就彻底完了呀！哼，一把破伞，能挡什么灾？我看你是被妖女灌了迷魂汤，连祖宗是谁都忘了。从古至今，还有吃饭睡觉都算着伞的，不是见不得光的滚位，就是心怀鬼胎的妖孽。我沈家容不下这种祸根，你给我滚！现在就滚！可不是嘛，这伞呀，怕是焊在手上了，走路撑着，吃饭抵着，连睡觉都搂着。说白了呀，就是见不得人，才整天用这伞当幌子，浪荡的没个正形。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会出大事的。他不是说这把伞不摘，他就不能走吗？那我今天偏要掀了这把破伞，看他没了这块遮羞布，怎么来装神弄鬼？嘿！二族老不能摘呀，这3是云洛小姐镇宅的根基，摘了我沈家就完了呀！混账！不要再敢装神弄鬼！今天我非摘了你这伞不可！你们想清楚，这伞一落，天塌下来，你们的老骨头都不够填窟窿的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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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人求生机，你却寻死路，戒魄节制，这是天罚，是我的规矩。是把破伞摘就摘了，结束的，天罚的，分明是你在装神弄鬼罢了。天罚已至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哎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云洛小姐刚才变红了，这雷跟长了眼似的，专批族老们。刚刚族老们还中气十足的骂人呢，真的就这么死了？先前云洛小姐说戒魄节制，这哪是胡话，这是先言，这是言出法随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什么解数，什么天罚，三位族老身子硬朗着呢，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呢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那几道雷正好是劈了下来，这鬼天气打雷是正常的。大家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伞也落了，火光也没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妈说的对，肯定是巧合。他要是真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，怎么不早拿出来？我看他早就查了天气预报，知道今天要打雷，故意在这装神弄鬼吓唬人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族老们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真的是天罚？巧合？到现在你们还嘴硬，我早就警告过你们，云洛小姐她不能惹，听竹轩的规矩不能破，你们偏不听，非要逼三位族老摘她的伞，这是报应啊！这是沈家惹怒天威的报应啊！现在是三位族老，接下来就是咱们沈家呀！报应什么报应？我才不信呢！三位族老都没死，快请医生！医生呢？快把全城的医生都给我请来！父亲临终前说，云洛小姐有通天彻地之能。我寻了20年，原以为只是传说，可这雷劫精准至此，红光护体时的威慑，哪是寻常人能做到的？不是传说，父亲说的没错，他真的能解龙家的噬心结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请他回地洞。龙家百余口姓，全在他一念之间。家主，三位族老已经早能没了气息，瞳孔涣散，全身焦黑，当场毙命。你胡说！三位族老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你是不是医术不精湛，看错了？快再看看呀！夫人，火警都浇成炭了，眼球都浑浊成泥了，这还怎么查呀？神仙来都救不活呀！快走，这地方邪性的很，连天罚都敢劈，咱们再待着，指不定就轮到咱们了。这哪是凡人呐，这就是掌握生死簿的判官吧？说让谁遭劫，谁就躲不过去。我先告辞了。走。走。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法。爸，你快把他抓起来啊！报警啊！你这个孽障！要不是你擅闯听竹轩，坏了云洛小姐的规矩，怎么会惹众多的误会？族老们怎么会动摘伞的念头？沈家都是被你害的。没了，族老们全没了。爸，咱们沈家要彻底完了。云洛小姐，是我之家不严，才酿成这滔天大罪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再护沈家最后一次，哪怕多撑1天，好吗？伞云洛小姐，伞还在呀！云洛小姐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再多撑一次，就一次，沈家不能断在我的手里啊！沈宗安，你疯了！你可是海城有名望的家主，你怎么会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妖女磕头下跪呢？这伞就算没落，他也护不了我们沈家。就是啊，爸，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给他下跪啊！爸，你快起来啊！他有什么资格受你的跪？他就是个狐妹子，是想毁了咱们家。
你跪他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沈家的脸面都要被踩进泥里了。你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这是救沈家的伞，这是云洛小姐给咱们的生计。云洛小姐，我求您撑伞，求您再为沈家撑伞一次！伞碎了，伞怎么会碎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青竹伞是戒眼，戒破则伞灭，本就回天乏术。回天乏术，那沈家怎么办？云洛小姐，您答应过要护我们沈家3月的。3月之期未满，是你们自己要破戒。我护的是守诺者，不是自寻死路的蠢货。蠢货啊！是你，都是你，撺掇青瑶闯禁地，联合族老逼他摘伞。现在好了，伞碎了，族老死了，沈家100年的基业要毁在你的手上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关我什么事？是他妖言惑众，是这伞本就该碎的。你冷静点，好不好？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看着地上的尸体，看着满地的粉末，你赶紧给云洛小姐跪下，磕头赔罪，求他们原谅。我跪他？凭什么？我是沈家当家夫人，她不过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妖女，要跪你跪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妈说的对，爸，你疯了？要为了一个外人逼死我们吗？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迟早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，到时候该磕头赔罪的人是他。好，你这个不知悔改的女人，你这个执迷不悟的孽障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夫妻情断义绝，沈家夫人之位，你不配再做。你竟敢跟我离婚，沈从安！你为了这个女人，你要跟我离婚？你是疯了吗？只要云洛小姐愿意出手再护着沈家，就算是死1万次也不为过。不必了，沈家的气脉已泄，3日之内，先前镇压的邪祟会尽数现世，是福是祸，就看你们自己造化了。云洛小姐，龙家之事，走吧。云洛小姐，你不能走啊！您走了，我们沈家怎么办呢？不要！快，云洛小姐一走，之前被她镇住的邪祟全都连本带利讨回来！快去找法器，把以前能镇邪的东西都拿出来呀！晚一步就完了呀！家主，你醒醒！家主，爸！我与沈家先祖有约，玄铁令碎，我便护其3月安稳。可如今他们自破戒规，我已仁至义尽，是祸是福，就看他们自己造化，与我无关。云洛小姐这话是彻底断了回沈家的念头。父亲命我寻了20几年的生机，终于要落到龙家头上。云洛小姐，守沈家3月以示人心，倒是我龙家还需仰仗小姐之力。来人！龙家再现千年血魄朝珠1颗，千年暖玉1块，教人泪串1串，恭迎云洛小姐移驾帝都。不管是方才宴会上的海渊星珠与上古玄玉，这些物件都是些俗物，难表我龙家诚意。只求小姐移步帝都，解我龙家噬心劫之困，救我龙家上下100余口性命。我救人从不看礼轻礼重，只看懂不懂规矩。小姐有任何吩咐，龙家上下定当恪守，绝不敢有半分逾越。少爷，
沈家主当年能请动小姐，是以家主之尊亲自抬轿，一步一叩请进听竹轩的。咱们为显诚意，怕是也得照做。请小姐稍等片刻，晚辈这就为您备轿，届时亲自为您抬轿引路，绝不怠慢。抬轿就不必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？你背我走，我便同你离开。不要走，云乐小姐，你一走，姐就没了，蝎子要来了，为下沈家要完了。你都被气晕一次了，还在悼念那个妖女？她跟龙少爷都走了快1个小时了，那我们不是都好好的吗？哪有什么结束呀？我看你呀，就是被她灌了迷魂汤了。我妈说的对，我看他就是个骗子，祖老被雷劈就是巧合，说不定是他们自己出了电。您就别再被他吓唬了。妈，妹妹，你们或许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云乐小姐说了，3日内邪祟现世，我们要不要先做些防备？什么防备？绵长，我看你也被这女人迷惑了。她是想呀搅到我们家宅不宁。什么3日内邪祟现身，都是假的。等我们安安稳稳度过这3天，我看她还有什么话说。老爷、夫人，不好了！后院井水变黑了，跟墨汁似的。还有看守后院的3个下人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浑身发黑，已经没气儿了。什么？慌什么？这井水变黑，定是天气湿热，井水发霉了。下人猝死，定是中暑了。大惊小怪的。就是，哪有什么邪祟，不过是些意外罢了。青阳，青阳，你怎么了？青阳，妈，我的腿好痛，我的腿恐怕是废了，妈。妈，妹妹，这不是意外，云乐小姐说的话应验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说了，他的话会应验的，破了规矩会遭报应的。快去请云洛小姐，快呀！你背我走，我便同你离开。这么大架子，少爷，万万不可！抬轿已是大礼，为人就太折润您的身份了。您可是龙家嫡长子，将来是要执掌家族的，这般折节传出去，怕是要让旁支非议呀。就是啊，少爷，从海城到帝都车程1000里，您要是一路背着他，别说破解节奏，怕是自己身体都累垮了。云洛小姐身份尊贵，咱们换种方式表达诚意，行不行？云乐小姐，龙家对您的敬重，天地可见。只不过大少爷自幼受噬心劫所困，身体状况比不得旁人。您看是否能换个考虑？我等愿意替少爷受这份累。敬重？你们所谓的敬重，就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。你此刻若觉得不妥，反悔还来得及。晚辈不敢，是属下无状，扰了小姐清静。别说是背到帝都，便是天涯海角，只要能解我龙家之结，晚辈也甘之如饴。云小姐，请。无边银色靠近，浓墨染过身影，无数风声低语，听不清弦儿微觉的走吧。流言聚散如云。云洛小姐若是累了，可告知晚辈休息片刻。不用，你可知我为何要你背我？晚辈愚钝，但知小姐此举必有深意。龙家噬心劫，于龙家先祖偷拿镇魂玉石欠下的因，如若你连这点重量都承受不住的话，又谈何解除节奏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无妨。23、24、25。云洛小姐看着清瘦，怎么这么沉？
是啊，你看少爷一直在动，这才刚开始不到100步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224，云洛小姐，这重量，这是龙家100年因果的缩影。你若此刻放下，我立刻转身离开。天大地大，皆我云洛隐身之处。不，晚辈绝不放手。少爷，父亲临终前说，寻洛小姐是龙家唯一的生妾，我寻了20年，绝不能在此时退缩。998，还要撑吗？999，撑得住。也，不，放我下来吧。1000步，够了。少爷，小姐，这是沈家与我有约300年，今日你背我1000步，一步断一个因果。从现在开始，沈家与我再无牵绊。去帝都吧。谢小姐成全。为何我觉得胸口盘踞多年的皱纹竟隐隐发烫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松动？快去找医生！你爸他再次吐血昏迷了，还有你妹妹，她的断腿又摔了，再耽误就废了！快去啊！妈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去。林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啊！妈，你看，这跟昨晚贝利皮药一模一样。怎么会？这家医院是我们沈家的产业。这广告牌，上个月你爸才找人检修过。妈，这不是意外，是结束，是结束啊！云乐小姐走的时候说了，姐姐一旦破除，这邪祟就会找上门，只要是我们沈家的产业都躲不过。现在就算我们去医院，也不安全了。完了，真的完了。难道没有他护着，咱们沈家真的撑不下去了吗？爸，您听说了吗？大哥为了请那个女人，在海城大街上背了足足1000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哥在练负重竞走呢。咱们龙家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委屈？二哥说的是啊，万一那个女的就是个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呢？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，还能解得了世心结？说不定连把脉都不会呢。哼，燕慈这孩子，就是被他爸临终前的话迷了心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这个女人有什么通天的本事。不过听好了，3日之内，她若解除不了你们小妹的世心结，直接拖去后院喂狗。我们家的门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的。云洛小姐，请。龙家小妹的皱纹已经蔓延到第3根肋骨了吧？龙家小妹的皱纹已经蔓延到第3根肋骨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小妹胸口皱纹的位置？除了家族医师，我们也只知道一个大概范围。没错，寻洛小姐说的第3根肋骨处，就是皱纹最多也是最隐秘的蔓延点，连小妹贴身伺候的管家都未必知晓。更何况，我求她相处，也从未提起小妹的事。难不成你真的能看懂人心？才是说
你早就调查过小妹。他敢！这女人绝非凡人，龙家的世心咒是100年禁忌，掌权人活不过40，女子更是多半早夭。我那亲大哥，也就是燕慈的父亲，20年前便是痛死在这咒纹上。如今他们小妹的咒纹已经发作厉害，他夜夜恐怕这要翻新。上有咒子在啃我的心。小姐，你别抓，沈家都抓出血来了。挖掉它，把它挖掉就不疼了。小妹，小妹，你冷静一点。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他快把我吃掉了。这些事，便是帝都顶级世家都未必知晓，他一个外人怎会清楚？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，定是燕慈在路上被你套了话。我龙家的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。二叔，过了。龙家先祖偷拿镇魂玉时，曾在玉上刻下血脉印记，而这咒纹便是印记的反噬，哪处最轻，哪处最重，瞒不过与镇魂玉同源之人。镇魂玉，为何觉得有所耳熟啊？什么镇魂玉？什么同源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这位小姐，如果你真有本事，那你现在就去解了小妹的咒纹啊！不急，我需先沐浴更衣。是在耍我们玩呢！你的小妹还在房间里痛得打滚，你却先要泡澡。就是，你当来我们这儿是来度假的吗？要不我再顺便给你上盘水果。二叔，云落小姐既有吩咐，定有她的道理。来时，我也向云落小姐承诺，云落小姐有任何吩咐，我们龙家上下定当恪守，绝不敢有半分逾越。你们是想让我违背诺言不成？不知云落小姐还有其他吩咐吗？沐浴，我需要你们龙家后院的千年温泉，搭配祠堂供奉的清心草。什么？千年温泉？那可是龙家祖地灵泉，山东历代掌权人休养用的。祠堂的清心草更是供奉了300年的镇族仙草，凭什么给你用？就是。燕慈，我看你定是被他下了迷魂汤，他根本就不是来解除劫数的，看他是来摆谱的。看来你们龙家的诚意也就到此。云楼小姐留步，你们别忘了，我才是龙家新一任掌权人。管家，家主，带云落小姐去温泉院，把清心草取来，谁再敢怠慢，家法处置。你，云落小姐，请，晚辈这就去照看小妹，稍后便来。记住，温泉水需保持沸腾，清心草要浸泡在无根之水里，缺少一样，解除劫咒之事休要再提。行，大哥，你就认为他摆布？他这分明就是故意刁难嘛！父亲临终前说过，云落小姐的规矩便是解除咒劫的钥匙，谁再敢迟疑，别怪我不念手足情分。这镇魂玉的灵气在这温泉底下已经300年了，龙家先祖拿我镇魂玉也已经过了300年了。你们快看这水，这水刚才还泛着青绿，现在清的都能看见池底了。何止啊！我听老一辈说，这温泉10年前就开始发浑，医师把脉时都说，这水的邪气跟家里人心口的皱纹是一脉的。云落小姐这是在净化邪气。第一层阴魄解了。
就是这股力量，和国主秘录里记录的云洛气息分毫不差。前阵子他气息出现的时，我还有所疑虑。此刻，令牌光芒大盛。没错，令牌显形，云洛小姐真的出山了。如今华南、西境、北京皆有难，我们既然寻到云洛小姐，务必要请她出手方可。如今太平年月，国主早已不问世事，在普通人眼里，我们这些封王的不过就是家底厚点的家族罢了。立刻背上华南的千年菩提子，跟我走。我这南谢家愿用3成产，换云洛小姐南下一趟。哎，你急什么？还有我西境秦家，去把西境的万年沙枣木装上，告诉云洛小姐，我西境秦家愿奉她为克勤之首，不求回报，只求庇护。北境陆家的兵破境已备好了，只要云洛小姐肯去北京，陆家子孙愿为她世代守院护宅，不辞辛劳。即刻动身。第一层因果解了，水是暖的，寒气没了。我乏了。是，我这就带你回去休息。快去通知大少爷。微微，该喝药了。哥，你来了。别动，医生说让你静养。哥，静养有什么用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咱们龙家的世心姐是不是没救了？300年来，咱们龙家掌权的先祖没有一个活到40岁，下个月我就满20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胡说什么？哥已经把能解决的人请回来了。云洛小姐是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找到的人。父亲说，她来就一定能救龙家。真的有这种人吗？哥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你以后接任家主，是不是就不用怕活不过40岁的诅咒了？是啊。那我要亲自去拜见云洛小姐，我要亲自去谢谢她。听话，冷静点。大少爷，温泉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千年温泉的水忽然变清了。云洛小姐说第一重因果已经解了，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守在温泉院的姐姐亲眼瞧见池底的灰黑水汽全散了，现在清的能照见人影，水面还浮着一层金光呢。云洛小姐亲口说第一重因果已经解了。哥，哥，第一重因果解了，那是不是说我的痛就能治好了？会好的，都听云洛小姐的，一定好。立刻传我命令，通知祠堂所有族人，云洛小姐已解龙家第一重因果。从今日起，任何人对云洛小姐不敬，便是与我龙家100余口性命为定。往后，哪怕她要千年温泉也好，清心草也罢，就算是龙家祖传之物，也必须要无条件奉上。这不是退让，是咱们龙家唯一活下去的活路。是。哥，我等着云洛小姐治好我，等着你再也不用怕那个诅咒了。爸，我刚从海城打听到，那云洛在沈家时，有的沈家主把沈大小姐腿打断了赶出去，最后用3道雷劈死了3位族佬，这哪是救人呢？分明是索命的煞气。可不是嘛，咱们请他是来解结的。哦，他倒好，先占了千年温泉，又要祠堂的清心草。现在来泡个澡就能解了因果了？谁知道他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哼，沈家那档子事我早有耳闻，但我龙家凭什么接受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拿捏？对，燕慈这小子，怕是被他那身妖术迷了心窍。够了！云洛小姐是我父亲指明要找的人，小妹的命还攥在他手里，你们敢在背后叫杀看？大哥，我们是担心你被他骗了。你要想想，他要是真的有本事，怎么不立刻治好小妹？非得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规矩？就是啊，海城沈家都往外放话了，说云洛是灾星，
万一他要是解不了结，反倒再把咱给拖下水。闭嘴！从今日起，我要是再听见谁说对云洛小姐的一句不敬之词，那就别怪我，把她逐出龙家，永世不得入祖坟。不行，大哥肯定被他下了咒，我们得想办法揭穿他。300年前，龙家先祖偷拿镇魂玉石，曾以家族气运立世。今日，我便以这香火为引，解这重誓言反噬。寻洛小姐所说的龙家先祖偷拿镇魂玉一事，究竟是什么？我的症状又轻了许多。第2重因果解了。云洛小姐，真乃天人，小辈感激不尽。你的症状减轻，不代表你的劫数已消。晚辈明白，只是小妹，她的皱纹一直在蔓延。医生说再拖下去怕是……带我去见他。你小妹的生机只剩3成。云洛小姐，求求您救救我妹妹。云洛小姐，要是太难的话，就算了吧，别因为我伤了你自己。如今因果一结2重，但要彻底解除劫咒，还需龙家先祖佩剑。佩剑在祠堂供着，我这就去取。不急，明日正午，我会在祠堂做法，到时候需用你们龙家嫡系的心头血，你二叔、你3弟各1滴。心头血？龙家先祖偷拿镇魂玉石，用的就是嫡系血脉献祭。如今解除劫咒，自然要以血还血。又是龙家先祖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谁？谁？哎呀，我的波棱盖儿啊，胳膊肘啊！你们怎么在这？大哥，我们是来看小妹的，结果不小心听到你们说话的。二哥，你怕什么？大哥，我说白了，我们都觉得他是骗子。我刚才都听见了，他还想要我们的心头血。我们龙家人人都有噬心咒，心头血便是毒性聚集所在，怎么能来给小妹治病啊？万一要是再把小妹给……我们就是不相信他。是啊，大哥，你怎么就这么相信他呀？我们去请西晋神医，天涯海角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伤了我们自家人。我治病最忌旁人智慧，既然不信我，何必来求我？云洛小姐留步，是晚辈管教无方。何时想通了，让你二叔亲自来求我？二哥，你看见没？他消失了。我看见了。你们2个不听我的命令，屡次冲撞云洛小姐，坏了龙家生机。你们把龙家的家法当摆设了吗？大哥，我们也是为了龙家好。来人，他们2个拖到大院，家法处置。大哥，万万不可呀！哼，我若寻不回云洛小姐，就一直在大院跪着。云洛小姐的栖息位置出现了偏差，快，加快速度！哎呦我去，谁呀？大早上扰人亲吗？找了整整1夜，从温泉院到西城古城，连帝都外围的深山老林都找了，根本没有云洛小姐的踪迹。找不着就找不着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还不信几个大活人还能化成妖啊！依我看啊，80%是知道自己露了怯，解不了结，连夜卷铺盖溜了。丢？
到现在你们还敢说这种话？我看昨夜的罚根本没让你们长记性。大哥，怎么就没长记性啊？我俩都在这儿跪了整整1夜了，这膝盖都快废了。你看，跪1夜算什么？你们的膝盖比得上龙家上下100余口性命吗？云落小姐找不到，世心结解不了，小妹撑不过这个月，我们龙家嫡系子孙个个都要步入先祖后尘，生生痛死在皱纹下。若不是你们闯进小妹房间胡言乱语，拿着桃木剑指着她，质疑她要心头血是害人，她会走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！30棍！都给我往实处打，让他们记清楚，这就是逼走云落小姐的代价。小姐，这是后山刚采的莲子，剥了新的，不苦。不错，今日便由我替父亲侍候您，只因父亲也没想到您竟会这么快回来呢。不过您回来也好，那些人看着就心烦，哪比得上这儿输他？给我打！30棍，一下都不能少。大哥，不能打呀！这30棍下去，我们不死也得躺半年啊！大哥，我再也不敢质疑云落小姐了，别打我，求你了，大哥。晚了，打！大哥，你不能这么偏心，为了一个外人打死你的弟弟！大哥，不要啊，好疼！饶了我们吧！大哥，我知道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妈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大哥要打死我们了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我看谁敢再动他们一根手指头！二叔，他们坏了龙家的生计，这是应得的惩罚。应得的惩罚？你倒是看看，老儿满身是血，老三腿能横都快横不出来了。小妹在屋里疼得打滚，你却在这里折腾你亲弟弟，是嫌龙家死的人不够多，非得断了这香火你才甘心吗？妈，大哥就是被这个女人灌了迷魂汤，他为了一个守着的云落，他要打死我们。大哥偏心他，我们才被打。我可撑不住了。我的儿啊！二叔，您不懂，他们逼走了云落小姐，云落小姐是唯一能解世心结的人，这是拿我们全族的性命在开玩笑啊！结，我看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他除了会耍一些凭空消失的把戏，你倒是说说，他什么时候还露过真本事？浩哥早就说能解了因果，要了心头血更是害人呢。他走了倒好，省得骗了我们1000年的温泉和清心草。没错，也就大哥把他当成个宝贝供着。言辞，我念你年纪小，一时被迷惑，但是你要清楚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算彻底消失，也没有人会在乎他的。你们，镇南谢家、西境秦家、北境陆家，请求入宅一见。是镇南王谢离，
西晋王秦放，北境王陆成宇。天爷啊，这3位跺跺脚，华南镇3镇，挥挥手，西境起风沙，咳嗽声，北境动3尺的主啊！虽说我们龙家是帝都首富，可在这3位面前，那点银子连铺路都不够。他们是能面见国主、掌3方兵权的真神呐！寻常世家连地拜帖的资格都没有，怎会屈尊来我龙家？蜂王们大驾光临，我龙家蓬荜生辉啊！只是我们龙家只是做点小生意而已，怎可劳烦3位大人您？晚辈龙彦慈，不知3位蜂王到访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龙大少爷不必多礼，如今是太平年月，国主早已不理俗事。我们这些所谓的蜂王，在普通人眼里，不过就是家底厚一点家族罢。往后，请叫我们谢家家主、秦家家主和陆家家主。是啊，不必兴师动众，我们今日来是有事相商。何事？您说。既然有要事相商，快里边请。奉茶，上好茶。慢着！这云落小姐既然就在龙家，却迟迟不露面，若无她的允许，我们直接进宅也不太妥当。镇南特产千年菩提子一份，聚灵纳气，可保家宅安宁。西晋万年沙枣木1尊，百邪不侵，能镇积液气运。北境千年冰魄晶1块，寒芒透体，可解邪祟缠身。区小礼，请您笑纳。千年菩提子啊，万年沙枣木，千年冰魄晶，这也得值多少钱啊？光是那冰魄晶，拍卖会都已经炒到9位数了。这些都是送给我们龙家的，龙家以后要飞黄腾达了。不对劲，平白无故3位蜂王为何要给龙家送礼？这也太贵重了吧！3位大人太客气了，快拿进去，你小心点儿，磕着碰着。二叔，不妥，3位家主平白无故送这么重的礼，定有过，我们不能贸然收下。你紧张什么？3位大人可是什么人物？哎呀，今天屈尊来我们龙家，而且带了这么重的礼物，这明摆着想跟我们结个善缘，那说不定是看中了我们龙家的根基，想联手做点大生意，是吧？3位大人，快入正厅，我让厨房已经煮了今年的新茶，刚从这个龙井村采摘的明前间，保准合您的口味。哎，等等，这礼已经送了，怎不向云落小姐出面应之上？难道是咱们的诚意还不够？既如此，那就再显些诚意。我等携薄礼来拜访，还望您允我等入宅一见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您3位大人怎么能跪我呀？闪开！谁说我跪的是你？叨扰云落小姐清修，望小姐恕罪，允我等入宅一见。请云落小姐收礼，允我等入宅。什么？是来请云落小姐呢？啊！你们要请的是云落小姐。有结界在，他们要是不费一番苦功，怕是再也难请到小姐下山了。3位蜂王大人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找的是云落？住口！岂敢直呼云落小姐大名？龙家主不必惊讶，我们确实是找云落小姐。没错，这些礼本来就是给她的，只是不知她何时方便见客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什么？3位家主息怒，云落小姐昨晚确实走了，是晚辈管教无方，2弟3弟冲撞了她。什么？走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令牌
明明显示他的气息就在附近。又来晚了，我们从西境一路追到帝都，脚不沾地跑了3000里，难不成真的要白跑一趟？西境的绿洲都快被风沙吞没了，咱们怎么能耗得起？既然人不在，留这些礼做什么？撤礼！对，把这些锦盒都给收起来。刚才那一柜，您别误会，不管是柜还是礼，都是给云落小姐，跟你们龙家没有半分关系。是晚辈对云落小姐招待不周，不如各位暂且留下，我们一起喝茶，共同商讨如何寻回云落小姐。喝什么茶？人都没见着。备车，现在就去西山搜索，令牌还亮着，肯定没走远。快，扩大搜索范围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大少爷，温泉池发现一块玉，正是云落小姐离开后从水下刺到水面上的。镇魂玉，没错，这就是镇魂玉。不过，国种秘录里提到的镇魂玉怎么会在这儿？传闻这玉能定国安邦，300年前随云落小姐一同消失，原来落在了龙家。这是云落小姐的东西。就是啊，我还以为什么奇怪玩意儿呢，这跟后山挖的石头有什么两样？我看也是，说不定是云落小姐泡温泉的时候不小心掉下的，她自己都没在意，肯定不是什么贵重物品。这龙家人都是不识货，若是这镇魂玉毒到我手上，白朝找不到云落小姐，解不了华南之困了。龙少，你看，我们仨从华南、西境、北境千里迢迢来，专门见云落小姐一面。这人没见到，心里空落，这回了地界，没法交代啊。是啊，您看这玉虽然看着普通，可毕竟是云落小姐用过的东西，我们也算是跟她有着一面之缘的牵扯，拿回去摆在岸上，也算是有个念想，不是？你们要这玉？我们绝不是强要，这些礼你们都留下，就当是换这块玉的诚意。这是云落小姐的东西，我若擅自交换，哎呀，燕慈真是个死脑筋啊！云落小姐都已经走了，要这块破玉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3位大人拿了这么贵重的宝贝来换，那是给我们龙家面子呀！小心别得罪了他们。爸说的对，大哥，这些沙枣布、菩提子，哪一个拿出来不会让龙家的事业翻一番啊？被这块破玉挤破了。就是，反正咱们留着这玉也不知道怎么用，不如换些实在。可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呢？给您，那一言为定，可不许反悔啊！走。这镇魂玉是我们3人共同的指认，但记住，没有云落小姐的点头，谁也不能轻易拿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云落小姐本人。根据令牌的指引，她还在西山一带。只要令牌还亮着，就不怕找不到人。西境的灵犬队已经进山了，凭他们对云落小姐气息的感应，不出半日就能有消息。北境的无人机编队也已升空，覆盖了西山所有处，这次绝不能再错过他。根据令牌的指引，全速前进。没有找到云落小姐之前，谁都不许懈怠。又有人要送上门了。大少爷，这些礼品要不要搬进库房？他们为了一块玉，肯放下蜂王身段，拿了那么多礼物，此玉绝非凡物。云露小姐留下它，绝不会是无意。你是说，他们拿玉是假，想借玉找云落小姐才是真？快去备车，要最不起眼的那种。大少爷，你要出门？没错。他们此行肯定是再去寻云落小姐，咱们紧跟他们的车队，想必也能有所获。是。
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请回云洛小姐。这是龙家唯一的活路。沈家就是因为轻视云洛小姐，才落得家宅不宁的下场。龙家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这伤口为什么总是好不了呢？何止呀，妈！我这腿，但凡稍微动一下，这整条腿就像被电钻着一样疼。哼！啊！你们自己看，这是银行发下来的冻结通知。咱们现在所有的账户都被冻结了，城西的那块地皮也被政府回收，说查出了违规开发。这就是你们招惹云洛小姐的下场。总会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爸现在还在躺着，嘴里不断重复着云洛小姐的名字，你们竟然还敢往外散播，说云洛小姐是祸害家族的灾星。啊？什么？这谁往外传的？我说的，他远在帝都还能听见不成？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这条腿不是因为他打断的，族老们不是因为他死的。要不是他来了沈家，咱们能成这样吗？你疯了！云洛小姐有通天的本事，你不知道吗？宴会上她一句话让惊雷劈死族老，现在说3日之内邪祟现世哪样没应验？你以为你背后搞的这些把戏他不知道吗？什么通天的本事，只不过是一个会耍手段的骗子罢了。说什么挡灾，明明是他来了之后，咱们家才接二连三出事的，他就是个灾星。妈，我通过朋友联系了位玄学大师，人家通过视频就能看出咱家不对劲，您去跟他见一面，就能知道那个女的到底什么来头了。玄学大师，你又要搞什么鬼？哥，你清醒点吧。大师说他能算出云洛的命门，只要找到破解之法，咱们就能翻身。明成，你爸昏迷不醒，咱们家的账也被冻住了，连后续的治疗费用也快凑不齐了。秦瑶的腿，家里的怪事，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我要去找大师，寻找解救之法，彻底除掉云洛城妖孽。300年了，遇事还是只会找我。云洛小姐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此地，我等已找寻到镇魂玉。我们知道此物对您极其重要，只求您肯出面，为3境百姓开一条生路。云洛小姐，西境风沙肆虐，已经吞了3个绿洲，牧民们夜夜被风沙惊醒，孩子们都不敢出门。你要是再不出手，西境就完了呀！北境冻土逐渐消融，冻土线往北移了30里。云洛小姐，您若还不肯见，不出半月，整个北京都被水淹了。云洛小姐，我家小姐说了，她已避世，外界的事一概不管。你们要是再吵，我可就放院里的护山犬了。那畜生可不懂什么是蜂王。姑娘莫急，我们是真的有急事。如若能见到云洛小姐，这南谢家约送上3座铜矿。西境秦家约献上石油矿脉，只求小姐露面。还有北境的金矿分布图，说了不见就是不见。我们家小姐连龙家的世心结都懒得管了，还会在意你们的矿脉？赶紧走，别扰了我们小姐的清静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等等，等等！龙大少爷来的倒是挺快，难道是来讨回这块玉的吗？怎么，这块玉刚给到我们手上，就想要回去吗？没门儿！哼，那可不行。我们可是说好的，玉是给我们换的，你要是反悔，我们西境秦家可不认什么帝都首富。没错，我这儿可记着，辰时3刻，
龙家以镇魂玉换北境冰魄晶一枚，镇南菩提子一串，西境沙枣木一尊，双方签字画押。不对，还没签字，但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他们三人如此看重这玉，可见这玉确有大用。不过，三位家主多虑了，晚辈并非为玉而来，是真心求云落小姐出手，救我龙家上下100余口性命。真心求见。哦，我说你刚刚偷偷跟着我们车队到这儿，原来是想结婚。我告诉你，是我们先来找云落小姐，你想截胡我，没门儿！哦，好啊，你小子，我就说一路怎么总感觉有人在跟踪，原来是你呀！怎么，你们龙家解释心结要紧，我们三方百姓的命就不值钱了？没错，云落小姐若是肯出手，也该先救我们三境。你呀，还得……晚辈并无争抢之意，只是三位家主来得比我早，不也一样被挡在门外？你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让云落小姐肯见我们。至于谁先谁后，自有小姐定夺。若三位信得过晚辈，不如让我试试。毕竟我与小姐有一面之缘，或许她愿听我一言。行，但凡你敢耍什么花样，这南天气随时能踏平你们龙家。云落小姐，晚辈知道二弟三弟冲撞你是天大的错误，龙家欠你的，晚辈来抵。晚辈知道龙家犯下滔天大错，已无法弥补。这只手既执掌过龙家商业，也沾过护族鲜血，晚辈今日便在你门前自断一指，以正悔意。你疯了！这时候动粗，只能使得小姐更加厌恶，此法不可行。云落小姐，晚辈知道，求您出手的人，能从山脚下排到云端。有人捧千金，有人献城池，更有甚者愿抛心为证。可小妹是无辜的，她才19岁，不该被周文活活疼死。还有三方百姓，他们更不应该因为我们龙家的过失遭此劫难。晚辈不敢求您原谅，只求您看在苍生的份上，再出一次手。只要您肯答应，龙燕慈愿为您牵马执鞭，侍奉左右，生生世世绝不后悔。哪怕死后化作院外竹石，也断无半句怨言。小姐，算了，我看是没说。走吧，或许这就是天意。起来吧。恭迎云落小姐。多谢小姐，又给了龙家一次机会，晚辈感激不尽。记住，最后一次，往后3界6道，生死祸福，各凭天命。这就是云落小姐吧？她看起来也就20出头。我记得在国主秘录上说，她100年前就抗击过邪虫，现如今怎么说也是鹤发童颜，难不成她是后人？不对劲，100年的光阴，再怎么厉害也该有所变化。看他这手，一点老茧都没有，
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你说会不会是龙家搞的鬼？故意找个年轻女孩冒充，想把我们骗走？不对，按理说不应该。国主有言在先，我们万不可怀疑你。陨落，你这个祸害人的妖女！别以为躲进山里就可以逍遥法外！不要啊，柳夫人，你这样会闯大祸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我爸怕你这边出岔子，就让我们俩跟你过来看看。谁知道半路上遇到他，他先向我们打听云落大小姐的下落，我们不肯说，他就疯了似的，一路跟着我们过来，甩也甩不掉。你们是三位蜂王？哎呀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！就是这个女人，在盛家时骗吃骗喝，害死了3位族老，还害得我家家主吐血昏迷，如今又跑到这里面来装神弄鬼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海城沈家主母柳霜。这个女人她是个骗子，你们可千万别相信她。柳夫人，你休要胡言。沈家发生的事，我亲眼所见，云落小姐从未害人，倒是你们沈家屡屡破戒犯规，才遭天劫反噬，自食恶果。你当然帮她说话，你们龙家为了解世心结，早都被她灌了迷魂汤。你给这个骗子下跪磕头，把你们龙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沈夫人，你说云落是骗子，你可以证据？那这是辟邪符，这个妖女身上邪气重，这个符只要是靠近她，就会冒烟。柳夫人，您这是遭骗了。这个符纸上沾有磷粉，遇气则燃，江湖老骗术罢了。不是的，他真的是骗子。3位蜂王，我以沈家100年基业起誓，我说的句句是真的。这个女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啊，你们莫不是跟我们沈家一样，把她当成祖宗供着了？可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什么高人，她就是个装神弄鬼的妖女。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黑狗血，这可是至阳的黑狗血！你这个妖女，马上就要露出真身了。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玄学大师。夫人不必多言，我已算出沈家井水变黑，下人暴毙，家主昏迷，皆是那云落作祟。大师怎会知晓？这些事我们沈家从未给旁人说过。他哪是什么救命恩人，是西石家族气运的邪祟。宴会上他周身变红，便是不祥之兆。至于他那把青竹伞，伞骨里镶着100年阴木，专用来藏他的真身。大师，这是我们沈家传下来的玉佩，价值连城，求大师赐破解之法。此乃至阳黑狗血，早晨阳气升起时泼在他身上，不仅能破他的结界，还能让他露出原形，形神俱散。多谢大师，只是这法子真管用吗？还有一点，需沈家当家人亲自出手，方能显奇效。若家主昏迷，便由夫人代劳。不过，你若心不诚，沈家明日便会尸横遍野。我去，哪怕是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让他现出真身。真的能现真身？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龙，真的是龙！
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怎么看不见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导师明明说这样东西哪显出真实，怎么反倒伤了我？区区邪祟，也配伤我？我的亲娘，这哪是邪祟，这明明是活神仙下凡呢！刚才那龙影，那龙鳞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真是，果然是真神下凡，国主说的果然没错。二哥，快跪下！咱们刚才还说他是骗子，人家要是生气，咱们俩就完了。快跪下！云落小姐仙法无量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先前放的都是屁啊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当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放过我们吧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佩服，佩服，实在是佩服！您的法力比电视剧里的神仙还要厉害，求求您别放弃小妹，我们哥俩以后给您端茶倒水，捶腿捏肩，随叫随到。对，再磕下去，地砖都被你们砸穿了。我的眼睛，云罗，你还我的眼睛！你这个妖女！自己愚蠢，听信邪修谗言，反而怪起别人了。小姐息怒，沈夫人跟着我们龙家人出事的，传出去，怕是落人口实。她现在双眼已经瞎了，已经得到了报应，还不带着你们沈夫人滚！回去告诉沈从安，1周之内，沈家要是交不出结果，我龙家便亲自登门拜访。是。道长不会骗我的，我。云落小姐真乃天人，可刚才我们竟然质疑云落小姐的身份，如果惹怒云落小姐，可就真完了。云落小姐，方才是晚辈们有眼无珠，认错您的真身。您仙法通天，您真是神人啊！您就发慈悲，救救我们三镇百姓吧。邱小姐，出手相助。小姐，您若不出手，三晋就真的完了。完了，看来真是惹怒他了。这个是国主手令，国主曾说，凭借此手令能让您出手相助，求求您救救三晋百姓吧。家族信物在此，我们以家族气运起誓，若小姐肯帮忙，日后三晋任凭小姐差遣。刚才嘀咕，这姑娘看着才20出头，哪像一个活300多年的高人？怕不是个冒牌货的人，是谁呀？你们口无遮拦，对小姐不尊敬，现在拿着块破令牌就求小姐出手，早干嘛去了？姑娘，你别误会，刚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嘴欠，我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这些晚辈吧。对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错把珍珠当做榆木了。邱姑娘在小姐面前多帮我们说好话。我们真不是故意的。云乐小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三晋百姓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哎，你看他们仨，之前还端着分王的架子，现在跟孙子似的，真逗。二哥，别乱说，小心云落小姐听见。阿叔姑娘，这是北京独有的冰破髓，虽然年份不长，但也算是极品，您先收着，就当帮我们在云落小姐面前说一句，同荣。您收了。小姐你看，陆家主想走后门给我塞宝贝呢，这盒子看着就值钱，里面肯定藏了很多好东西。哎呀，别喊呀，这东西不能外传。程宇，你糊涂啊！云落小姐最讨厌投机取巧的路子了，你这不添乱的吗？我也没办法。云落小姐，我知道方才我们被沈夫人所惑，对你都有冒犯，可这国主令牌绝无半分虚假，三晋的百姓真的是等不起了呀！国主当年将三晋之地托付于我们，
若是守不住，我们三人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老人家呀？没错，再拖几日，我们3个回去，怕是要拿人头去见国主老人家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下去，3境就全完了呀！父亲，您终于来了。您要再晚来一会儿，这些人都得在院外捂鼻子了。拿人头见国主，血淋淋的，多晦气啊！我才懒得收。国主，国主，哎呀，国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不是隐退多年，而且这国主府您都很少踏足啊。是啊，国主，当年我们接任3境之责时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，没想到今日在这里再见到你本人呐！传说中能见国主的人寥寥无几，我们竟能在这偏远小院相遇。这世界有这么巧的事？哎，哥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今天竟然见到国主了！哎呀，掐什么掐呀？自己头疼自己不知道啊？是真的，我没在做梦，今天真的见到国主了。国主，你就回来吧，没有你主持大局，这3境的日子就快完蛋了。我们天天劝说百姓，说破坏生态环境会招灾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啊！国主，西境的牧民为了多养几只羊，硬是把绿洲边缘的沙枣树砍了一半。现在风沙来了，才知道害怕，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呀！就是，北境更甚，有人为了开矿，偷偷把绿地表层的植被全挖走了。现在裂洞土都能掉进去人，他们倒好，拍拍屁股就跑了，留下我们收拾烂摊子。国主，你就回来吧，有你主持大局，3境的百姓绝对都听您的，3境的难关绝对会度过的。求国主回去主持大局。哎呀，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，可如今天下太平，我早就不问世事了。更何况我现在就是云落小姐的中仆，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着小院儿，给小姐备好清茶，哪还有功夫管你们室外的事情？什么？你说您是雨落小姐的仆人？怎么可能？你可是曾经执掌大夏的国主啊！堂堂的国主给一个姑娘去做仆人，这要是传出去，3境的人会惊掉下巴的。云落小姐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她就这么厉害啊？二哥，咱们之前还敢跟云落小姐顶嘴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捡回一条命。连国主都给她当仆人，咱们又算哪根葱啊？中仆，不是说了我为小姐牵马驰鞭，做一辈子中仆吗？云落小姐，晚辈之前说过，愿侍奉您左右，做您的中仆。国主尊贵，打理小院这种琐事，让晚辈做就好。小姐，您要是渴了，晚辈给您煮茶；您要是想散心，晚辈给您引路，哪怕劈柴挑水，晚辈也样样在行。小姐，您累了，晚辈扶您。你这小子怎么还抢我差事？我伺候小姐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？国主，您年长，该好好歇着。晚辈身强力壮，更适合伺候小姐。歇什么歇？我身子骨硬朗着呢，看竹编鞋，煮茶烹茗，哪一样比你差了？谁能想到，曾经的国主和帝都荣家的继承人，会为了给一位姑娘当仆人，争得面红耳赤啊！爸，您就别跟他较劲了，小姐还没说话呢。行了，别吵了。您年事已高，打扫这院子也累了，那以后我们这后院的琐事就交由年轻人干吧。谢小姐信任。小姐，
没是嫌我年纪大了吗？啊，不中用了，我还能劈柴呢。上个月，后山那棵老槐树还是我亲手锯断的，你怎么就能嫌弃我呢？哎呀！我守着这小院300年，驻茶的时辰都练得分毫不差了。你现在说让年轻人跑腿，我这身子骨还没散架呢。这真是当年在殿上一言九鼎，让百官噤若寒蝉的国主，怎么跟被抢了糖娃娃似的？传出去，怕是要惊掉3晋百姓的下巴。哎呦喂！国主，云洛小姐绝无嫌弃之意，只是心疼您操劳这么多年，而且眼下最重要的应该是3晋的百姓。西晋的风沙已经漫过了城墙，北京的冻土裂缝大的能掉进去牛羊，华南的瘟疫也开始抬头。如果再耽误下去，怕是要出人命啊！你不说，我还把这茬忘了。小姐，300年前您亲手设下3族的庇佑扶持，本就是为了应急用的。如今灾劫已至，这些也该派上用场了。300年前便布下后手，看来云洛小姐对今日3晋的灾难早已料到。这般未卜先知的能力，真是深不可测啊！对，原来云洛小姐一直记挂着百姓，真是天人在世。恳请云洛小姐赐予庇佑福祉，救华南百姓啊！请云洛小姐赐予福祉，救3晋于水火。云洛小姐如果还嫌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再加筹码。镇南的茶园、商路什么的。终于到时间了。到时间了。300年前设下信物时，我便以3晋气运为引，算定今日午时3刻，天地灵气与信物共振。若此刻施术，便可事半功倍；若早一时辰，灵气不足；若晚一时辰，邪祟滋长，反而伤其根本。没错，小姐当年特意在密录上记下此节，就是怕你们沉不住气，坏了大事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方才小姐说再等等。你们3地盛产菩提子、沙枣木、冰魄金。菩提子配此符，可镇华南瘟疫之人；沙枣木配此符，可挡西晋风沙之劫；冰魄金配此符，可动北境冻土之邪祟。谢云洛小姐赐福。还有，回去后你们3人的精血各滴一滴在符上，将符纸与各方盛产之物一同供奉于祠堂之上3日。3日之后，3晋自会安定。是，我们这就启程，终于成了。险些忘了此玉本是小姐所有，晚辈不敢入尊。这镇魂玉阴差阳错，还是回来了。云洛小姐，3位封王之事已解，可否请你移步龙家？小妹的皱纹怕是撑不了多久。是啊，云洛小姐，昨晚小妹又疼得晕了过去，医生说脉上都用了半截，你要再不去的话，可能真的要出人命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们冲撞了你，可是小妹是无辜的，求求你。我说过，要你们龙家二叔来求我。小姐，二叔他规矩不能破。我们都觉得他是骗子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他还想要我们的心头血。我们龙家人人都有噬心咒，
心头血便是毒性聚集所在，怎么能给小妹治病啊？万一要是再把小妹给……我们就是不相信他。就是啊，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相信他？我们去请七进神医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们也不能让他杀了我们自家人啊！我治病最忌旁人治乎，既然不信我，又何必来求我？巡洛小姐留步，是晚辈管教无方。何时想通了，让你二叔亲自来求我？是晚辈记性差了。小姐放心，晚辈这就回龙家，一定亲自让二叔给您赔罪求情。大哥，你也知道二叔的脾气啊，他向您低头都难，更别说求一个……住口！当初要不是你们在小妹房间胡说八道，何至于此？小姐，晚辈这就回去，最晚明日清晨，定给您一个答复。大哥，要是真逼二叔的话，他要是不来，咱们怎么办？就算绑也要给他绑来。小妹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爸，您醒醒！妈，她眼睛瞎了，妹妹的腿也断了。国外的医生来看过了，说神经全部坏死了，这辈子也站不起来了。是我错，不该惹云洛小姐，我真的错了。那个伞不能碰，雷会劈的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妈，你清醒一点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他就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。都怪我，当初要是不闯听竹轩，不跟他作对，咱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爸说的对，他是我们沈家的贵人，是我第一个坏了他的规矩，是我害了全家，我真的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爸，您看到了吗？咱们沈家现在所有的产业都破产了，下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就剩下2个老奴守大门了。睡，爸，睡。爸，是我没用，是我持家不严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轻描交走，是我惯的。你妈她狭隘，也是我纵的。若不是我没守规矩，哪会让他们冲撞了云洛小姐，毁了我沈家100年的基业？备轿，快！爸，您刚醒，身体还虚，虚也要去啊，成啊！沈家这个样子，都是我的错。现在能救沈家，只有云洛小姐。成啊，快去库房，把那最后那顶6斤撵轿抬出来，我要亲自去见云洛小姐。8抬大轿，一步一跪，我要亲自把她迎回沈家。小姐，看来龙家大少爷是个重诺的人。就是不知道他那个二叔不会佛爷。小姐曾说过，300年前龙家先祖拿走镇魂玉，那性子就倔得像头驴，看来是祖传的。小姐，请。倔也要看对谁。你们2个跟丧家犬似的，念慈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路上没出什么岔子？你们俩干什么？2个小兔崽子疯了是吧？一回来就敢对我动手动脚的！爸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跟我们走一趟。就是啊，爸，再晚一步，小妹就要撑不住了。放肆！
你大哥呢？让他来见我。难道是他教你们俩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哎呀，跟大哥没有关系啊，是雨落小姐说了，要您亲自去求她，她才肯出手救小妹。爸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小妹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爸，你要是能给她下跪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让我去求他？你们让我一个龙家的长辈给一个来路不明的黄毛丫头下跪？爸，不是让您下跪这么简单，是让您去求她救救小妹，解了咱们龙家的噬心结。不，爸，你们装神弄鬼的女人，我才不去呢！你们是被他下了咒，还是脑袋被门夹了呀？爸，他没有装神弄鬼啊，我们亲眼看见他周身能显龙影，黑狗血泼他都伤不了他分毫，反弹泼了柳夫人一身。那龙鳞金光闪闪，比咱们祠堂里的龙纹石雕还真啊！对，还有谢灵秦放那3位蜂王，这3位蜂王您是亲眼见过的吧？就连那3位蜂王见了他都会磕头下跪，国主都认他做主子，抢着他中仆呢。蜂王下跪，国主当中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蜂王是什么身份？那是执掌3界的王。国主又是什么身份？那是一国至尊，怎么可能给一个黄毛丫头下跪又当仆役呢？哎呀，我看你们就是被妖术迷了心窍，再敢在这胡扯，我让你大哥对你们家法伺候。爸，我们没有胡扯。二叔，你来的正好，好好的管管你俩弟弟，别让他们再胡言乱语，我龙家的脸都让你们给我丢尽了。二叔，2弟3弟说的是实情，云落小姐确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唯有她才能解我们龙家的噬心结啊！你也被他迷惑了，燕慈啊，你可是龙家新一代的掌权人，要撑起偌大的家业啊，怎么跟着他们一起胡闹？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几句装神弄鬼的话，就把你们几个骗的是团团转。哎呀，二叔，侄儿亲眼所见，绝非虚言。他不仅能任意驱使3位蜂王和国主，还能在300年前就为3界的遭遇做准备。他的强大，根本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想象的。你们一个个被这女人迷的是神魂颠倒啊！我龙家的脸面都让你们给我丢尽了。二叔就是个骗子，我才不要去求他。二叔，二叔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她心口的皱纹炸开了，医生说她快不行了。皱纹在我小姐心口钻，她的脉象乱得像团麻，我实在压不住。这哪是生病，这分明是遭罪。上次见小妹，她还能说话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小妹，沈医生，云落小姐很快就到了，她会救你的。哥，云落小姐怎么还不来？你骗我，她是不是不来了？我好疼，我快撑不住。丫头，爸，您看见了吧？小妹这根本不是人受的罪，这是心结，专找龙家嫡系下手，尤其是嫡系女子，然后是旁系。小妹撑不住，过2年轮到大哥，然后就是我们了。就是啊，爸，要是不解开这节奏，我们龙家全族早晚都得断根。阿叔，阿叔，我不想死。我还没看过江南的桃花，我还没听大哥说北京的事。我们龙家的人都不想死。骆驼真能接。二叔，侄儿以性命担保，只要您去，小妹就一定有救。罢了，为了龙家这一脉香火，为了小妹，我这张老脸
又算什么？你们不许跟着，我自己去。既然是龙家的债，就该我这个当二叔的亲自去偿，没必要让你们跟着一起去丢人现眼。要不咱跟上去看看？爸那脾气，说不定啊，走到半路就调转车头了。毕竟上次听说大哥背着云落小姐一路走回来，气得恨不得把祠堂的云木坛桌给拆裂。这次让他下跪，我也觉得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偷偷的跟上去。我赌他一看到小院大门就打退堂鼓了。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鬼？大哥，我们是给我爸壮胆。他那个人吧，最爱面子，万一到了地方，使不开拳脚呢。二叔是龙家长辈，自有分寸。他既应下此事，便不会反悔。你们跟去，他倒是会觉得难堪。回来的时候，巡落小姐叮嘱我，让我不要再跟去。他既认我为仆，我要听他的才是。可守好家，看好小妹。我去书房等消息。走吧，我们去看小妹。要是爸把云落小姐请回来，小妹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。走。龙家龙啸天前来赴约。小姐您快看，龙家那个倔老头真跪过来了，额头都磕红了，比上次谢林他们实在多了呢。如今他来赔罪，学会了跪行，也算他有长进。心诚与否，看的不是膝盖。门自己开了，他当真不简单啊！我在说再见之前，用你写下的甜。嘿，倔老头，别愣着了，我家小姐叫你进来呢。来时我已在心里发过誓，要让龙家度过此劫，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。既来了，就不能怂，龙家的脸面得用诚心挣回来。爸，这老头看着也不倔呀，这不是对小姐服服帖帖的吗？你从小姐那儿听到关于龙家先祖的事儿，是不是有误啊？龙家的倔起来就是头驴，认了错也肯低头。云落小姐，求你救救龙家！阿竹，那擦擦吧，瞧着怪狼狈的。谢谢小姐。当初龙燕慈负重，背我走了1000步，诚心请我回龙家解结，可你旁系一脉，或质疑我用心头血害人，或举桃木剑相向，更说我装神弄鬼骗人，这份不敬断了我和龙家的缘分。是我糊涂，是我教子无方。可如今你从院外一跪一拜至此处，磕破了头，磨光了力气，这缘也算是被你重新连上了。起来吧。这是我跟你回龙家。谢谢云落小姐，大恩不言谢，龙家上下必定铭记。哎，
爸，您真的把云洛小姐请来了，我就说你能成。爸，您这魄力，不愧是龙家二叔公，这下小妹有救了。大哥也不用再愁的睡不着觉了。嘿，小姐，这边请。云洛小姐，晚辈终于把您等来了。小妹就在，我这就带您过去。先不用，我当初说过，要解噬心结，需破3重因果。如今前2重引领，但要彻底根除，还需龙家先祖佩剑。佩剑供奉在祠堂正外，我这就去。不急，需等到今日正午，阳气最盛之时，我要在小妹床前做法，届时还需各位心头血各一滴，可愿意？龙家血脉方能抵偿龙家先祖欠下的因。晚辈明白。上次您在小妹房间里已经嘱咐过，龙家当年拿镇魂玉时，以龙家血脉为引，才换得狱中灵气。可如今想要解咒，自然要以血还血，方能了断这因果。只是取心头血，需承受剜心之痛，你们可愿意？为了龙家香火不断，我就把老命都可以豁出去，痛又能算什么？我愿意，我们也愿意。大少爷、二叔，沈家的人来了，说是有急事求见云洛小姐。云洛小姐，求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沈家吧！云洛小姐，我知道我们沈家罪该万死，是我们背叛了承诺，我们擅闯听竹轩，我们打翻了您的青竹伞，但是我们沈家不能没有你啊！云洛小姐，我妈瞎了眼，我妹断了腿，我爸昏迷刚醒就执意来求你。沈家现在井水变黑，下人暴毙，各项产业全部破产。再这样下去，不过7日，整个沈家就彻底散了。求您看在您与先祖有约300年的情分上，再给沈家一次机会，哪怕只是护我们这次的安全。我们沈家世代愿为您供奉香火，绝无半分懈怠。妈，云洛小姐，是云洛小姐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信邪修的话，向您泼黑狗血，也不该允许青瑶闯禁地。现在我眼睛看不见，青瑶也站不起来了，沈家快没了！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云洛小姐，当初是我第一个坏了您的规矩，所有的惩罚我认。可我妈成了这样，沈家100年家业毁于一旦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求求您救救我们吧！他们太可怜了，要不咱帮着求2句？他们软弱的可是云洛小姐，你们想因为沈家而耽误我们龙家姐姐的事情吗？不，云洛小姐，轿子就停在院外，您只要愿意，我们愿意毕恭毕敬的把您从帝都抬回海城沈家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再也不会踏足沈家半。不行，云洛小姐，您再想想，当年您和先祖立约，您说过要护我沈家周全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沈家覆灭呀！云洛小姐，云洛小姐，求您再给沈家一次机会。我爸为了请您，特意把库房里最后一顶鎏金轿辇都看了。我们愿一步一叩，把您从帝都抬回海城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云洛小姐，求求你！当年我与沈家的约定，从来不是毫无底线的纵容。我赠与他玄铁令，
是为了护沈家百年安稳。玄铁令在，结界在，玄铁令碎，我自来守3日。这是我对你们先祖的约定，我已做到。可3月期限未到，3月期满，我们沈家的根基就能安稳。是，我们有错，但是您不能因为我们犯错，眼睁睁看着我们沈家覆灭呀！玄铁令碎时写字，是我给沈家最后的惩戒。快去请云洛小姐，告诉她沈家撑不住了。我守在听竹轩，画禁地设结界，为的就是守护沈家最后的结束。那把伞是戒引，伞落戒不节制，这是你们自己选的。不能这样，是我们糊涂，是我们被诛有恶血。云洛小姐，求你再救我们一次吧，哪怕是让我死，只要能保住沈家，我都愿意。你死也换不回沈家的生机。戒破之后，我布下的护戒之力已散，被先前镇压的邪祟反噬，这是天罚，也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我若再出手，便是逆天而行，这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？叶儿行，原来我们连让您出手的资格都没有。云小姐，我们知道了，是我们不配来求你。云小姐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往后再也不打扰你了。谢谢你，还愿意听我们说这么多。是我们自己毁了沈家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沈家不敢再叨扰你。我们沈家欠你的，来世再还。明成，陪着你妹妹，咱们回海城。即便是我们沈家散了，我们也要回家，守着祖先的祠堂。云朗小姐再强大，也是我们永远都触碰不到的人。是我们没有福分留着这份机缘，是我们对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啊！这就是不讲规矩的下场。我们龙家绝不能走沈家的路。二叔，放心，我们龙家绝不会犯沈家的错。龙家的事要准备了。是。谢谢云小姐。云洛小姐，这便是先祖的佩剑。进来。拿剑，取血。我先来。小美，三哥这就救你。若他们小妹的症状得到缓解，也算我没白救一场。该你了。云小姐，好了。龙家血脉与我300年的因果，今日
了断。云洛小姐，镇魂玉中蕴含您的灵石，能镇压地脉邪气。如今山下百姓被困于山洪之中，晚辈斗胆借玉中灵力一用，救百姓于水火中。若云洛小姐知道我挪用镇魂玉，会不会怪罪？可百姓们不能等了。云洛小姐，待山洪退去，以全族精血温养玉佩。3年内完璧归赵，此事天地为证。300年前，龙家祖先擅自拿走我的镇魂玉，可奈何地势邪祟，借水势作乱，狱中灵力根本压制不住。于是他拿着镇魂玉前往决堤处，以自身精血为引，将镇魂玉嵌入堤坝，连人带玉一同沉入水中。这虽镇住了洪水与邪祟，但也使龙家血脉与这狱中残留的邪祟之力绑定。这便是噬心结的来源。今日你们以嫡系心头血还了先祖欠下的血债，又以先祖的佩剑为凭，斩断了因果，这龙家的结也算是彻底了了。云洛小姐，小妹，小妹，怎么样？还疼吗？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。那种像被虫子啃心的感觉消失了。没了，我的皱纹也没了。爸，三弟，你们快来看看自己的。真的没了，一点印子都没剩。我以后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。父亲，我终于请到云罗小姐出手，小妹的病好了，龙家的噬心结也解了。我没辜负您的意愿，也没辜负龙家百余口的托付。大哥，你这个掌权人，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活过40岁了。云罗小姐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我龙家上下无以为报。你既认我为主，做了我的奴仆，自然要长命百岁，不然谁来替我煮茶引路？晚辈明白，往后定当细心服侍小姐，无论何事，只要小姐开口，晚辈绝无半分懈怠。